嗨，大家好，我是美蕾老师。今天跟大家说说创造力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创造力的起步，接下来呢就是创造力的过程，再来呢就是创造力的成长。他要如何拿捏呢？艾瑞卡尔爷爷呢是当今最著名的绘本插画家，他一生中呢做了70多本的拼贴型的艺术绘画创作，那其中有一本好饿的毛毛虫。我想呢，用这个例子呢，大家就很明白，原来创作呢就有如一只毛毛虫，怎么蜕变一只很漂亮的蝴蝶。接下来啦，我想用这本绘本《好饿的毛毛虫》这只毛毛虫的成长历程，来比喻创造过程。我想比较生活化的方式让大家又快又明确创造的4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喽！这只毛毛虫好饿，星期1吃了1个苹果，星期2吃了2颗梨子，星期3、星期4、星期5，吃了很多东西，还是很饿。一直到星期6不得了了，巧克力棒啦、冰淇淋啦、火腿香肠，咕噜咕噜，通通在他的肚子里，就是为了准备累积满满的身体能量。接下来进入了孕育的阶段，毛毛虫吃的真的好饱好饱，蓄积了能量，把自己包在里面，造了一间房间，叫做蛹。在里面呢，做了一场变异的革命成长，也可以说这个阶段呢，就叫酝酿的活动。明朗阶段，蛹已经成熟了，这时蝴蝶就会破蛹而飞羽化成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哇，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到了正式的阶段，蝴蝶上下摆动着灿烂夺目的翅膀，飞舞的不停，踩着花蜜，踩着花粉，帮助植物来授粉，让大自然呈现一片生气蓬勃那蝴蝶这一生最美的时光就奉献给大地了。毛毛虫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这个4个阶段呢，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创造过程的4个阶段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爸爸妈妈老师又要怎么拿捏，能帮助他的创作更顺利呢？准备阶段，这时我们的孩子要开始探索美的事物，尝试各种媒材，再来就是要收集一些美的讯息，重点是要养成主动思考的创造模式。爸爸妈妈老师有2点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接纳孩子画坏的作品。这个画坏事实上是指作品不符合爸爸妈妈的期待。再来是第2点，鼓励孩子多去实验，多去尝试。也可以说准备阶段呢，就是让孩子发现自己的阶段。孕育阶段，这是指孩子在画画过程中，他对各式媒材的领悟与使用方法的一个体会，那还有对画画的题材他的感受力感觉领悟等等。也可以说这个阶段呢是思考的潜伏期，更是美感能量的储存时候。也可以说孕育阶段是让孩子寻找自我的阶段。明朗阶段，孩子对以前学画画的困惑，这时因为手眼脑都已经协调，对画画媒材也都能驾驭，收集了满的这个美的能量，所以呢，他的困惑，他的疑惑也都一一的化解。
也可以说明朗阶段就是孩子自我实现的阶段。证实阶段，当孩子不断的在创造过程中，他会慢慢透彻自己的内在情感，肯定自己的感觉感受。也可以说证实阶段呢，已经可以让孩子展现他自己丰富的生命能量。经过了说明以后呢，爸爸妈妈老师，原来创作它必须要有一个程序。那我们现在呢举2个例子，把他们的成长过程呢，让大家呢更明白。用画画写故事的小女孩，小女孩随时随地都用画画在写故事哦。我们来看看她的创作过程，每一段都是非常用心的。你看她慢慢成长后呢，能把她心中的感觉感受呢，很诗情画意的、很故事性的表达，最后把自己实现，就是一个最漂亮的公主。用画画写日记的小女孩，小小的时候，家里的每一道墙都是孩子的创造天地。她无时无刻一定要拿着笔，把心中看到的、生活感觉到的、旅游的，通通画出来。疫情到了，她画了一部大车，把满满的书带回家。写功课完了，我要去旅行，视野宽了。所有的美的能量都在他的心中滋养，这就是这个孩子呢的创作过程，分享给大家哦。爸爸妈妈老师看了2个孩子的例子就很清楚，美的能量呢的成长呢需要一些时间来酝酿才会成长。可是别忘喽，大前提你一定要事先给孩子找好的环境，聪明的去选择